什么？我人工受精怀孕了？医生，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怀孕啊？医疗记录确实是这样的，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已经离职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你不想要孩子，我可以帮你预约流产手术。我考虑考虑吧。唉，所有的钱都给弟弟交医疗费，哪还有钱做流产手术？把孩子生下来，我给你200万。她不是我们荣总的未婚妻是本次。沈小姐，这是什么意思？你身体里的精子本该就是我的，是那该死的医生弄错了人，给你做了人工受精。孩子是大老板的，我要考虑一下。3天之内给我答复。你若是告诉荣哥哥，我就弄死你。这沈小姐，不知道人工受精成功没有？不过她对面那个姑娘是谁？送沈婉辞去医院，安排医生给她做检查。这孩子要什么？如果有了钱，弟弟的病肯定会好得更快些。但是，龙总，您都知道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也是受害者，那是医疗事故。什么医疗事故？你认识沈婉辞？你们刚刚说什么？看来荣总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荣总，我是您的员工，沈小姐是您的未婚妻，刚刚遇到打了声招呼。你还想压在我身上多久？扶起来！我不是故意的。哎，总裁，你嘴怎么是发生了什么？说正事儿。啊，那个沈小姐已经送到了产房。听爷爷说，你从精子库把我的精子拿出来做人工受孕了。啊，荣哥哥，这个孩子我会好好生下来的。带他进去检查。下贱的东西，你敢扯我！孩子出了问题，你担得起责任吗？荣哥哥，我们可以去熟悉点的医院做检查吗？你当我傻了？去熟悉的医院更有机会中奖。赵总，带他进去，再敢打，把他手指头掰断。荣哥哥，我是骗了爷爷，但是也是因为手术失败了，我怕爷爷他老人家伤心。什么？手术失败了？那可是儿子唯一健康的精子，我的曾孙呢！儿子，你赶紧跟婉辞结婚，说不定你现在的精子已经有活性了，可以自然受孕的。爷爷，我不会娶沈婉辞，也不会结婚。什么？不结婚怎么生曾孙？从此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曾孙，我就死给你看！总裁，人工受精并没有失败，只不过我被医生搞错了人，转移到这个女孩身上。我也是受害者，那是医疗事故。这就是他所说的医疗事故。把人带来找到他。小安，人敢告诉荣哥哥，给我等着！我到底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如果被荣总知道，他不会开除我吧？有脸还要跟我走，不然要了你的命！大哥，你听我说，我的床要揭不开锅了，我的花牌是你家的，你放过我吧，行不行？少对话！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知好歹，现在处理了你！张特助，陈小姐，让他跟我走一趟。真的，大老板除了不会抢钱，好像也不比歹徒安全多少。
荣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听说你怀了我的孩子，我上次都说了，那是医疗事。医疗事故，你确定不是你买通了医生？毕竟那天你在医院门口恬不知耻的亲我。说吧，想要多少钱？少自恋了，我才不要你的钱！要不是上次你松开把手，我怎么会甩头？不要钱，那就是先勾引我这个人，对吗？哎，我拿球去。是10万。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医院。多财。龙哥哥，我是把乔安娜孩子的事情勒索你，我才叫人把他绑了起来。那我还要谢谢。不过你也不用找人绑架他了，等会儿医生就会打掉他的孩子。你真的舍得？那可是你唯一健康的孩子。你以为是猫猫狗有资格给我生孩子是吗？这样也好，免得他再用孩子的事情纠缠你。荣总，他肚子里是双胎，你看，这是2个孩子的脑袋，这是小手。别废话，来做手术。原来我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真可惜。哼，孩子没了最好，省得我还得想办法打掉。孩子真的没有了吗？小孩，孩子又不是你的，你在哭什么呢？赶紧把你银行卡里的钱全部给我转过来！医生又在催缴费了，说今天不交啊，要把你弟弟撵出去。马上去找你的朋友，多借点钱，听着没有？喂，妈。喂。我的钱都被我借光了，我哪还能借钱？荣总，孩子已经没了，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你果然还是想要钱，说吧，想要多少？10万。哦不，8万就行。我等我有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签字，背手印。婚前协议，等孩子生下之后离婚，拿1亿走人。你的意思是孩子没掉？孩子没掉？你少装模作样，孩子掉没掉，你身体不应该最清楚。你现在是不是很高兴啊？可以拿它作为筹码来捞钱。这里有30万，应该够你花的。现在高举领收。生下孩子可以，但可不可以不要结婚？我想被丈夫。因为我想荣爷，要不是为了荣家血脉，你觉得你会有资格跟我讲？赶紧穿衣，现在去领证。总裁，沈小姐亲眼看见你们进手术室了，她应该相信孩子已经掉了。叮嘱医生，这件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您是怕沈小姐对孩子不利？不止，沈婉思千方百计地拿到我的精子，怎么可能随意弄错？而且那个医生做完手术就消失了，这背后肯定有人操控。有人想毁掉您唯一健康的精子，那您后继无人，是不是？查一下就知道。在此之前，千万不能让小孩肚子里的孩子出事。两位大喜的日子，不要摆着脸，都笑一笑。哎，两位靠近一点。哎，对，1、2、3，茄子。欢迎上回家。想不到我就这么结婚了，居然还是跟总裁。结婚的事不要对任何人，在公司要跟我保持距离。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妻子，更不要试图爱上我。我知道，我也没有把你当老公。荣总，你放心，我就算孤独终老，我也会爱上你的。你最好说到做到。对了，孩子生下来之前你就住在北院，刘嫂的照顾。记住，孩子已经流掉了，不要想。哇，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豪宅，还有大游泳池、大浴缸，我不是在做梦吧？爷，荣只在派人调查做手术的那个医生了。那看来手术是失败了。是，沈婉慈被我们的人引出去了，沈婉慈没有怀孕，但是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那个医生会莫名其妙的消失。先出去。荣止，现在唯一健康的精子都没有，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乔恩，拍怎么样？看看。哇，不愧是摄影师，拍的真好看。谁要是做你女朋友，肯定会很幸福的。是吗？穆离，虽然我们没有认识很久，但是我想这周请你在爱琴海吃饭，我有话对你说。好啊。乔安，其实我根本不叫什么穆离，我是荣家的私生子。明天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希望你不要嫌弃我。乔安，对不起，当年我失约了，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放开你。你孩子不是已经打掉了吗？怎么还在干呕？你孩子不是已经打掉了吗？怎么还在干呕？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吃了胃药总会干呕恶心。再说了，荣总怎么可能让我生他的孩子？再生也得是您啊，毕竟你才是荣总的未婚妻。你知道就好。如果让他知道，不仅孩子没打掉，我还跟总裁结了婚，这个店铺8成要封。安娜，你晚上想吃什么呀？去逛街啊？好，没问题。沈小姐，我不好意思，有点稍显早了一点。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刘嫂，乔安，你怎么会跟刘嫂在一起？还真是冤家路窄。沈小姐，你也认识我表姑啊？我这刚做了手术，我叫我表姑过来照顾我的。是啊，为了照顾她，所以安安才会恢复的这么好。刘嫂是荣家的保姆，最好不要借这个由头勾引荣哥哥，不然我不会放过你。我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我对总裁不感兴趣。我们就先走了。你先走吧。幸好你把孩子流掉了，不然孩子生下的当日就是你的死期。什么意思？在荣家，私生子是会被强行押出国的。荣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荣修远就是私生子，他母亲生下他的当日就死了。如果你敢偷偷留下孩子，就等着被押出国，客死他乡吧。我跟荣止领过证，生的孩子可不是私生子，沈婉慈肯定是骗我的。安妮怎么了？没事，只是每次见到沈小姐都心惊肉跳的。不愧是总裁喜欢的女人。少爷才不会喜欢沈小姐的。沈小姐的母亲是个那个养女，所以啊，她不顾少爷的反对，非要给他们订婚。其实少爷啊，心里有喜欢的人，只是少爷出事以后，那个女孩也失踪了。要是少爷喜欢上你，取代沈小姐的位置，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有喜欢的人了。荣总，你也在呀？
这是我家，今晚我在家里住。什么品味？哎，总裁，乔小姐又从卡里支取了10万。要是少爷喜欢上你，取代沈小姐的位置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种贪财败金的女人，我多看一眼都恶心。你怎么了？格式化？那怎么对着你刚才演那出好戏？误会了，是身体太滑了。我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以后都少在我面前演这种小把戏。如果弄伤了我们的孩子，我弄死你。明天是荣氏1年1度的新品发布会，你不要扣丢。荣总来了，爷爷太帅了吧！小魔想睡。少发骚了，荣总才看不上你，没看到人家身边的未婚妻啊？小安，穆离，你怎么在这儿？穆离，我喜欢你，你能做我男朋友吗？女士你好，咱们这边马上打烊了。3年前我去找你，旅行社说你提前退团了，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见不到。那时候家里出了些事情，抱歉。你当时是不是等了我很久？没有，我去找你，我发现你不在，我就走了。不过你比之前更漂亮。是吗？荣哥哥，乔安看起来跟二哥好像很熟哎。乔安怀孕是不是她跟二哥的阴谋？其实她怀的是二哥的孩子。3个哥哥当中，荣哥哥最想杀的就是二哥乔安。对了，穆离，这里是荣氏的新品发布会，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想不到堂堂荣家2少爷，居然认识我们公司的小员工。阿芷啊，我们都3年没见了，对我还这么大恶意。毕竟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私生子，就像那下水道见不到玩意儿的脏东西。看来弟弟今天是不太欢迎我了。小安，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有空一块吃饭。好。你跟荣清轩很熟吗？我跟莫离是3年前在旅行社认识的。荣总，我发誓，我真不知道他是哪个。记住你现在的身份，给我离他远点。好。喂，妈。啊，你弟弟因为药物副作用，现在肝受伤了，你能不能再给我转10万块钱过来啊？妈，你别哭，我现在就把钱给转过去。现在小安才是最重要的，希望这10万能够用。但是这30万什么时候能还完呢？乔小姐又从卡里支取了10万。刘总说她平时也不逛街，也不乱花钱。哎，你说这30万，她能花到哪儿去？会不会偷偷的存到自己卡？这些钱都是小事，只要他安安分分，我不介意多给他点钱。啊，对了，总裁，2少来了，指名道姓让乔小姐做他的珠宝设计师。哎，原来高定部指定让我设计钻石项链大客户是你呀？是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你误会了，这个是送给我姑姑的，下个月是她生日。
我母亲去世的早，都是我姑姑一手带大。不过女朋友这个职位，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传给你试试？在荣家，私生子是会被强行押出国的。荣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荣修远就是私生子，他母亲生下他的当日就死。谢谢。陆爷，我想问问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不是荣家私生子这个事情，不是你。母亲当年怀了我以后，就被送到国外。听说儿子在生我的时候，意外大出血去世。真的是意外吗？你怎么办？怎么脸色不太好？我没事，你也不要太难过。你以后肯定也有妻子和孩子，他们都是你最重要的人。能遇到真正两情相悦的人并不容易。乔安，你遇到过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吗？我遇到过，在可可西里，可是我们不可能了。乔安，其实我对你……乔安，乔安，荣总，找我有什么事吗？来我帮费。荣芷跟乔安到底怎么回事？我警告你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九霄云外？荣总，我只是在正常工作，荣二少只是找我设计珠宝，您不是一直公私分明吗？你别在这里跟我油嘴滑舌的。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公司的客户，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应该认真对待，不是吗？既然你搞不清楚状况，我就来告诉你，荣修远根本就不喜欢你，他跟你在一起别有用心。我跟穆离只是朋友，你们兄弟之间恩怨与我无关。但是我希望你遵守协议，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那你知不知道，荣修远接近你会让你和孩子都陷入危险？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哥哥有什么误会，但是我觉得他不会伤害孩子。与其担心穆离，不如管好自己的未婚妻。所以你是想拿荣修远来刺激我，逼我跟沈婉辞解除婚约？总裁脑子是被驴踢了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和沈小姐绝对一定要锁死。有没有护照？护照？难道真像沈婉辞说的，荣家容不下我的孩子，要押我出国？我没有护照，而且我从来都不打算出国。我吃不惯西餐，如果我出国的话，我肯定会活饿死的。我还以为你很好养活，不挑食。我是不挑食，只要是中餐什么都行，西餐不行，所以我绝对不能出国，逼死也不会去的。所以下个月的巴黎珠宝展会你也不能去了。巴黎珠宝展？你是说全球第一的珠宝展会？你的意思是让我带着护照一起？我还说，如果你这次做得好的话，我可以考虑让你当总监。但是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只要我的作品能在这次脱颖而出，我就能在珠宝展会中立足。荣总不让我去，沈婉辞的话，应该只是为了吓你现在倒是。荣总，我先出去工作了，我明天就办护照。就知道你不是个安分的东西。喂，帮我安排几个人。总裁，瑞士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将乔小姐从巴黎转到瑞士秘密待产，您就能安心了。一个沈婉辞已经够让我头疼，如今又来了个荣修远，他留在这里只会越来越麻烦，不如早点将他送出国。哎，什么？总裁，乔小姐被人绑架了。沈小姐，你干什么？绑架是犯法的！啊！谁让你不好好当人，非得当小三儿，勾引别人的未婚夫啊？沈小姐，你误会了，我没有勾引错他。你们在办公室的话，
我都听到了，你敢让荣哥哥跟我解除婚约？还愣着干嘛？把他给我扔下去！沈小姐，您就放心吧。你要干什么？臭娘们，你再跑啊！你跑啊！他流血了。你果然没有产。沈小姐，我肚子好疼，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好啊，那等你跟小建筑一起掉下去死了，就送你去医院。乔安，不要！妈妈好疼，为什么不救？为什么要摔死我们？你们活该！你的妈妈当小三，为了钱抢别人的未婚，她就是杀死你们的罪魁祸首。孩子呢？乔小姐，您和孩子都没事。总裁查到您被绑架到天台的时候，就让人在下面安装了安全气囊。宝宝，你们真的很勇敢。妈妈差点就没有保护好你，不过还好你们的爸爸未出没。怎么会有这么没心没肺的女人？你是个蠢的，你被单子绑架了，你不知道报警吗？荣总，你有时间在这责怪我，不如管管自己缺德的未婚妻。乔小姐，总裁看到您从天台上摔下去的时候，你很闲吗？需要你说。都快吓坏了，他陪在你身边，一晚上没睡，我也没睡啊，再踩你身边。吓什么？吓坏也是怕他孩子对你。龙哥，前面怎么样了？龙哥，闹疼吗？沈婉思，你要是再敢作死，我立马解除婚约。你干嘛那么在乎乔安啊？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这样对待过我。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没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没打掉？沈小姐，乔小姐的孩子已经被打掉了，你亲眼看见她被推进了手术室。总裁这么生气，是因为你这么做，如果被媒体曝光出来，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龙哥哥，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才让你被一个女人抢走，我那最亲的女儿。你这样对我，会伤心的。你再敢作妖，别怪我不给你妈面子！滚出去！来，多喝点汤。怀着2个孩子，瘦成这样，可怎么行呢？那沈小姐从小就被惯坏了，任性的很。她现在就敢这样，要是你和少爷离婚了，那孩子可怎么办呢？看来我得让荣志写个保证书，保证他们对宝宝好。乔安，明天有时间吃饭吗？我们讨论下礼物的设计细节。来，哦，有点冷，我换个位置。像这个，啊，不用不用。听话了。刚这价格的，告诉你，还说吃过西餐，我看明明习惯得很。
阿芷啊，我看你和婉慈年纪都不小了，要不你们赶紧把婚礼给办了吧。皇帝我都已经看过了，10月2号是黄道吉日，要不就选在这一天吧。姑姑，您是知道荣家家规的，父亲刚刚过世，我们要守孝3年，3年之内是不能举办任何喜事。荣哥哥，别说3年了，就是3个月我也不想等了。你现在是荣家的家主，要不把规矩给改了？规矩就是规矩，如果后人可以随意更改，还有什么威慑力？你是想让我这个荣家家主下跪是吗？阿芷啊，婉慈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看啊，虽然你们没有扯证，但是啊，已经订婚了，就相当于是夫妻了。要不让婉慈到你家里去住好了。姑姑，您不是不知道，在我完全康复好之前，是不能够婚配的。不过姑姑你放心，我的未婚妻只有婉慈一个人，绝对不会有第2个。乔安，你放心，这是你作为正式设计师第1次到巴黎参展，我一定会帮你拍出最棒的图片。啊，谢谢。不用客气。其实回国以后我一直在找。啊，在找我？那次旅行结束以后，我爸的病情突然加重，我陪他去了国外治疗。回国以后一直试图联系你，但你的手机一直关机。啊，那是因为我毕业之后就去京都工作了，就换了电话号码。原来是这样，好在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晚安，这次我一定不会再分开你。荣总，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点小心思以为我不知道吗？啊？什么心思啊？你是不是知道我结婚回来，所以故意穿成这样来勾引我？你误会了，我这刚洗完澡出来，我要知道你来，我肯定裹着羽绒服出来了。去穿衣服。谢谢荣总，我傻。对。你快起来，你重死了！你干什么？你出去吧，我睡觉了。当然是我一个人啊！不是说他那方面不行吗？这是怎么回事？总裁，我们是协议结婚，你不能碰我。你白天拿荣秀远来刺激我，晚上又穿成这样来勾引我，你不就是想做本女人吗？如果还想去巴黎参加中国展会，你最好离荣秀远远点。啊！总裁，你怎么又来了？周末不去陪自己的未婚妻吗？我让你离荣秀远远点，你把我的话都当耳旁。他怎么知道穆离约我了？我跟穆离是去缪斯俱乐部，今天有设计师派对，我想去学习一下。不准去！这是我的私事，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我跟穆离已经约好了，他马上就要到了。马上给他发微信，不准去。我不是你的女人，你虽然是我的老板，但是你的权利只限制于工作，在公司之外我们是平等的，你没有权利要求我。我不仅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丈夫，我的妻子都要出轨，
我有权利禁止他跟别的异性接触。你说过我不是你的妻子，如果你要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你以身作则，先和沈小姐解除婚约。你我之间永远都不是平等。马上给他发微信，不然冻结你所有的票卡。医生又在催缴费了，马上去找你的朋友，多借点钱，听着没有？满意了吧？So goodbye, don't cry and smile. 가슴 시리가 这不是哭，这是给你的惩罚。在孩子生下来之前，你没有选择权，只能按照我说。我笨了。他怎么还在？不会是怕我出去监视我的吧？此一路，从此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总裁，您还在啊？欢迎您吃了再走。我在我自己家，还需要你欢迎我？少爷啊，现在都流行胎教，以后你要多过来，你的乔小姐和孩子多做做胎教。天哪，千万不能多，能不能来就别来啊！一边欲拒还迎，一边让刘嫂当嘴替，花样还真多。上次的鹅肝好吃吗？不是吧，这还没送啊？比想象中的好吃一点点。下个月去了欧洲，你可以天天吃饭。这些呢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珠宝，你们可以看一下。Wow, this is so beautiful. 看来乔安的广告片很受欢迎，他真的很优秀，对吗？普通人而已。也是，你都有婉辞了，如果他喜欢上别的女人，肯定会在荣家掀起轩然大波。看来还是我比较幸运，喜欢谁都可以大胆的去追求。追求这种人，就是在给荣家败脸。你才是荣家的家属，只要你不反对，谁会觉得丢脸呢？二哥，你干嘛帮乔安拍这么好的宣传片啊？不会真想让她当我二嫂吧？我正在追求她，如果成功了，她就是你二嫂。荣哥哥，我觉得二哥就是想玩玩她，你觉得呢？与我无关。该死，现在就让这个女人回酒店。我正在追求她，如果成功了，她就是你二嫂。荣总，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是要提前表扬我，还是给我升职加薪？手怎么流血了？有药箱吗？我去找找。我已经安排了飞机送你去瑞士，以后你就在你待着。我不去，我跟你只是协议关系，你没有资格要求我。去不去由不得你。去瑞士是对孩子最安全的，更何况还可以避免你招蜂引蝶，跟别人不三不四。所以这就是你叫我回来的目的吗？没有资格吧？保定离婚，别出现。在孩子出生之前，你没有选择权利。要不明天你自己上飞机，要不我帮你上飞机。混蛋！你以为你从这里逃走就能得到女主人的欣赏？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只是在利用你。我和莫里森已经救了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他比你好1000倍，比你好10000倍，好1000倍，10000倍。好，那我就这么。
再请到家来人，送他去飞机场。乔姐，你好了吗？乔姐，你们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荣晨，我绝对不会跟你去瑞士。乔姐，收拾行李需要用这么久吗？北美都是我们的人，你要想打什么主意，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我肚子疼，我马上就出来，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啊。这里这么高，一旦发生意外摔下去，就是一尸三命。乔姐，不管了。乔小姐，你好了没有？木林，我遇到点麻烦，你能帮帮我吗？兔仔，不好了，乔小姐翻窗户逃走了。什么？这可是3楼，这个女人是不要命的，快派人去找。暂时没有查到乔小姐的酒店入住记录，这里是法国，她又不会法语，如果跑到治安差的区，那就坏了。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乔安，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马上回来。你是不是不要命了？这里是巴黎，不是京都，你随时都会遇到歹徒。听话，不要胡闹了。如果你不想去瑞士，我允许你不去。快点回来。Come on with me, beautiful girl. No! Don't touch me! Get away! Chinese girls are so beautiful. 你别跑，你走开！乔安，乔安，是我。你终于来救我了。我一接到你电话就立马过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应该在酒店吗？为什么在这儿啊？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好，不想解释就不要解释。现在要做的就是你想去哪儿啊？我不想待在巴黎了，我要回国。好，放心，我一定带你回国。总裁，1个小时前，警局来人说，一个醉鬼袭击了一名东方女孩。志强在医院吗？他受伤了吗？你先别急，女孩倒是没受伤，倒是流浪汉的脑袋被砸开了花。那他现在在哪儿？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来说，他被一个东方男子给救了，看身形有点像2少。马上追查荣修远的行踪。是。宝宝，妈妈虽然一直不能待在你们身边，但是还是不想离你们太远，所以我不会待在国外。死也不会。木离，你过来了。手指啊！乔，我终于找到你。你别再过来！别再逼我去瑞士了！你再过来，我就自杀给你看。乔，你先把它放下。回国你怀孕的事迟早会知道的，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你和孩子下毒手。我让你去瑞士，是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全。难道国外就安全吗？昨天遇到危险，一个人孤立无援的自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待在国外了。好，我答应你。答应的这么干脆，不会就是为了哄我吧？我说到做到，所以把刀给我。以后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这还不都是因为你？木离，阿芷，没想到你会这么狼狈的过来找乔安，看来他对你还挺重要的。我一向很珍惜人才，乔安是我们公司重点培养的设计师。昨天他遇到点麻烦，不过我已经解决了。乔安，确定没事了吧？谢谢你。昨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露宿街头。
我们是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帮忙。时间不早，啊，回国之后我亲自下厨请你吃饭，作为感谢。你小心点，冒失感情。总裁这么沧桑，是因为我吗？为什么一直看着你？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你别多想，担心的不是你，是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荣总没有解释。明天我们就回国。周哥，医生讲到了吗？抱歉，总裁还没有，不过已经有了一些眉目。3个月前给夫人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出了车祸，被安置在了疗养院。我已经派人一个一个去找了。我再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把人找到。是。哎，乔安，你这次在华英之宝展上的作品可是大放异彩，公司当天收到了5000万订单。看这次总监的位置非你莫属了，以后可别忘了我呀。哎呀，我也是为总监做事，到时候还要看他的安排呢。啊，对，还没恭喜你升职加薪。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听说公司前来了个新经理，叫甜甜，是 GTI 的位置。听说他们总裁关系匪浅，很有可能会成为新任总监。关系户，你就是乔安。你是？她就是甜甜，从国外回来，你也非常漂亮。之前还是看你的首席设计师呢。荣止哥怕大家会觉得我这个空降的预备总监是个关系户，所以刻意隐瞒了我回来的消息。预备总监？是啊，荣止哥特意让我回来竞选这一次的总监呢。听说你这一次在法国出了不少风头，不过我可不会怕你哦。是吗？那到时候竞选上，相信我们肯定会公平竞争的。我给大家订了文喜的糕点，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经理，裴经理，裴经理昨天请我们吃大餐，今天又请我们吃文喜的糕点，不像有些人生的只一杯破奶茶就把我们打发了。这个甜甜还真是会笼络人心。听说你们设计部来了个新人，叫甜甜，是你强劲的对手啊！你不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吗？沈小姐也认识甜甜？当然认识，她跟她姐姐甜蜜从小就是荣哥哥身后的跟屁虫，还妄想取代我嫁给荣哥哥，可惜老天都不帮她，死的时候连尸体都没找到。你在巴黎珠宝展上出了不少风头，本来理所应当要升为总监的，可是荣哥哥把他搞回来了，你的总监位置恐怕要泡汤了。我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就辞职嘛。不过沈小姐，你得当心点，你得好好看着大老板，千万别人挖了墙角了。他也配？我可是爷爷指定的孙媳妇儿。不过这个女人狠毒得很，她姐姐甜蜜就是被她害死的。啊？不是吧？那这么看，无脑的沈婉慈倒比甜甜更适合当我孩子吗？你光得到荣总的人还不行，你得得到他的心。要是被甜甜抢去了，你要再抢回来，就比阴天还难呢。我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好好想办法把他从公司赶出去。乔经理和沈小姐很熟吗？哦，沈小姐是荣总的未婚妻，这一次一起去了法国，自然要熟一点。要是我姐姐还活着的话，没准现在都已经给荣止哥哥结婚了。荣止哥哥爱的是我姐姐，根本就不是沈小姐。这是在跟我示威？不好意思啊，我跟同事约了吃饭。荣止哥什么样的眼光啊？一个没钱没背景的小韭菜也配跟我斗啊？荣总，你不是出差了吗？你怎么回来了？八成是迫不及待想见小白月光了。见过甜甜了。
你故意安排的空降兵是给我下马威吗？还是说你答应给我的总监竞选聚会都是骗人的？才第1天就落败了，这就是你的实力。如果公平竞争，我根本就不担心，就怕有些人在背地里使些绊子，攀关系总会门把手脚。胡说八道！要说关系户，谁比得上你？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他是你的关系户了，人家可不像我们尊称为你一声荣总，人家可是左一声荣止哥，右一声荣止哥，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暧昧关系。嗨，好，原来你气呼呼的就是因为这个呀？当然不是了，我是怕你公私不分，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你这是在吃醋？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你绝对没有半分非分之想。就算你现在搂着个女人，我也只会在旁边给你加油鼓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荣总，虽然说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但是我们始终会离婚的。我也想找一个双向奔赴的人结婚。双向奔赴？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名义上做了我的老婆，还能当我的嫂子吗？除非他荣修远不想再幸福了。莫名其妙。乔安，我回国了，我等着吃你亲手做的饭。这周末之前，我一定要学会4菜一汤。俗话说啊，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抓住男人的胃。要是少爷喜欢上你做的菜，那就更离不开你了。少爷啊，快来吃饭，这是乔小姐特意做的，专门去为你学的呢。完了，误会大。没有，你不要误会了，我就随便学学，这和你没关系。这孩子还害羞了。别废话了，赶快坐下吃饭。想不到还跟刘嫂打圆了我的口味，吃豆腐吃姜。不会很腥吧？我忘记放姜了。少爷啊，今天就别走了，留下来陪陪小姐和孩子。这润肤啊，过了3个月的危险期，可以适当的过过夫妻生活，这样有助于调节润肤的内分泌。夫妻生活，刘嫂说的什么火燎之词？我吃完了，我先上楼了。最近在公司怎么样？听说你们设计部新来了一个甜甜，她可不是个低调人。职场如战场，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人呢，遇强则强，是不会这么轻易的知道吗？不愧是我最欣赏的女人。不让我跟其他男人接触，自己却偷偷带着小白月光出来约会，真是双标。没想到阿芷跟甜甜也在，要不要去打个招呼？好啊，荣总、田经理，好巧，你们也在。二少、乔安，你们2个怎么会在一块儿啊？你们不会真的像传闻说的那样，在偷偷谈恋爱吧？田经理，你在开什么玩笑？我和茉莉可是好朋友。乔安是我的知己，知己比女朋友更重要。要是这么说的话，大哥的知己恐怕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这个该死的女人又跟荣修远见面，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女朋友可以有，但知己没有。是吗？那我也要做荣止哥唯一的知己。那你加油。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耿总，你干什么啊？这可是女厕所。你跟荣修远的关系还真是突飞猛进嘛！之前还是普通朋友，现在就变成知己了。你和甜甜不也是一样是红颜知己？那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管我们的关系有没有公开，你现在都是我的妻子。如果你敢略了试一步，你就死定了。当然，
你也可以要求我，只要你有这个本事。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再过5个月我们就要离婚了。到时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规矩就是规矩，没离婚之前，你就得规规矩矩的，连脑子里不能想别的男人。这男人天天脑子是被驴踢了吧？不管他未婚妻，天天管我。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出去了，免得被别人看到。我的快乐会回来的，直到青春曾来的。婉思姐，你干什么呀？别叫我姐，你姐已经死了。小贱人，一回来就勾引荣哥哥，真当我不存在啊？沈婉思，荣止哥，现在立刻马上跟甜甜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啊？是他不要脸，一回来就勾引你，我没把他打死，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甜甜是我妹妹，我答应过她姐姐一定会照顾好她。如果你现在不道歉，我们之后不会有任何关系。荣止哥，要不就算了吧。你还装？沈婉思，我再说最后一次，道歉。对不起。以后这种事情不准再发生，如果再发生，你知道后果。果然，这个甜甜回来以后，阿只是面热闹多了。没准荣总就喜欢凑这样的热闹呢。狗咬狗一嘴，沾花惹草的渣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算我和荣哥哥拌了几句嘴，你也没有机会钻空子。荣家的少奶奶，只有我来做。怎么了？我弟弟出了点事儿，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啊，木离。是木兰，我送你。啊，好。木离，这次是真的要谢谢你了。我弟本来在龙溪读大3，后来因为生病休学2年半，最近刚回来，他的同学故意叫他来试镜，就是为了羞辱他。要不是你，他就……我刚好认识一个经纪人，还不错，我待会儿跟他说一声，安排他跟你弟见个面。他该不会在你荣氏旗下的传媒公司吧？怎么，你不想让他进荣氏传媒吗？我一个人入火坑就算了，可不能让弟弟跳进去。荣总冷冰冰的，我希望他找一个温暖一点的大老板。要是你就好，我肯定会很放心。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啊，谢谢啊，那我先走了。慢点啊。嗯。修远啊，姑姑周末回国，到时候你跟我去个地方。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 내 외침을 던져 헤어날 수 없는 빛 주로부터 숨겨 行吗？ Running 可以 to 吗？ the frozen time 하늘을 돌아서 妈妈呀，这荣总的身材真是一绝呀！ 잃어버린 십자 虽然你不仅贪财，还好色，你是不是很想要我？要不我们深入交流一下？哎，荣总，这是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合理合法，还是说你想这边吊着我，那边勾搭荣秀媛？你自己有未婚妻，你还勾搭你的小白月光，好意思说我和木离只是好朋友，不是你想象的这么龌龊。龌龊？你说我龌龊？那我就让你看看龌龊的心思。你荣总，你不是不会演了吗？你碰不碰我，你马上就知道。你走开，你不要碰我，你走
我从来不喜欢强迫你，从今天开始，我要经常把你带出。我们是夫妻，你要随时做好准备。刘医生，那个女孩是谁？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那女孩挺漂亮的，还是处女，身体条件很好，成功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姑姑，你一下飞机就来疗养院，就是为了病床上这个人呢？他是谁啊？她是京都妇儿医院的医生，叫刘慧。3个月前，我得到消息，沈婉慈想用溶脂的精子做人工受精，于是我买通了她，想让手术失败。没想到沈婉慈没出现，她却把溶脂的种子放在另一个女人的肚子里，但她还没告诉我是谁，就发生了车祸，一直昏迷到现在。溶脂一直在找她，幸好我偷偷把她藏起来了，没让溶脂发现。您在做什么之前，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我本来打算一切处理妥当了再告诉你，但没想到中间出了岔子，溶脂很可能已经发现了，把那个女人偷偷藏起来了。也有可能他们的计划根本就没成功。如果这个女人真的存在的话，爷爷怎么会如此平静？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先找到这个女人。听说你最近跟一个女人走得挺近的，修远，你要记住，你回来的目的。姑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动谁都行，但是乔安不行。沈小姐约我今天是有什么事吗？还不是为了溶脂哥哥。今天他跟甜甜为什么不在公司啊？哦，今天是他姐姐忌日，他和荣总去祭拜了。我听说荣总还专门从河南空运了他姐姐最喜欢的黑色郁金香。就是个空盒子，连尸体都没有，祭拜个屁呀！你怎么还没把甜甜赶走啊？真没用。沈小姐，你也太高看我了吧？他姐姐可是荣总的白月光，他就是个小白月光，在公司那也是集千万名一身。对于我，要不是荣总看我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小才华，早就让我滚蛋了。小贱人，狐狸精！看我有时间怎么收拾他们。不过这白月光嘛，都是男人心尖上的人，荣总爱屋及乌，把他当成甜甜也是自然的。可是你不一样啊，你可是荣总的未婚妻，你可不能让小三上位。你不用在这煽风点火，别忘了，甜甜当上总监，第一个踢掉的就是你。你如果不想被炒鱿鱼，就给我密切监视他的行动。一旦他勾引溶脂，就得立刻跟我汇报。沈婉慈说的对，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成交。哟，这不是乔经理和沈小姐吗？这是什么大型修乐场？我还是先溜吧。荣哥哥，我跟乔安在吃饭，一起吃吧。动人的就牛眼睛。乔经理，以后我们一起吃饭，不觉得约束吗？田经理都觉得不拘束，我怎么可能会觉得拘束呢？乔安可是我二哥的女朋友，就是我和荣哥哥以后的嫂子，一家人，有什么好拘束的？倒是你什么身份？听说二少可是个多情的人，圈子里面的人谁不知道呀？他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换衣服还要快呢。乔经理要是想进荣家当二夫人，恐怕也不容易。沈小姐，那二少他会劈腿吗？我没听说过哎。那他有什么藕断丝连的前任吗？没有啊，二哥每次都断得一干二净的。那他有什么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吗？当然不会，白月光什么的最讨人厌了。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坦诚相待，那即使分开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我有事先走。荣哥哥，等等我。我算是看明白了，今天你们两个故意处在这儿给我添堵是吧？我告诉你，荣止以后一定会是我的。不是，总裁好像从一回来就特别生气。
估计是田经理和沈小姐惹他不开心了呗。夫人，您跟别人不一样。哎，你别叫我夫人，这只是临时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改变，人也一样。我不明白周特助什么意思，但是我和总裁的关系永远都是这样。以后你就会明白了。乔然的第一部戏明天就要开拍了，要不要我带你去探班？好啊。姐，木林哥，你们来了，怎么样？我们这场景不错吧？台词背熟了吗？放心吧，一字不差。我们乔家可是祖传的颜值高，记性好。这么巧啊，我们荣家也是呢。这么说来，你跟我姐是绝配啊，不如你做我姐夫呗？说什么呢？开什么玩笑？赶快去准备，马上就要开始了。哎，姐，你这小肚子怎么这么大？你不会是怀孕了吧？怀你个大头鬼呀！我这天天坐办公室的人，有点小肚子也是很正常的，好吧？你快去拍吧。姐，你先在这转会儿。木力哥，我那儿还缺一个帮我拍剧照的人，要不你帮我拍剧照？走了，姐。乔子怎么一天没来公司？他要去干什么？乔小姐请了年假，她弟弟新戏开机，她不放心，所以过去探班了。他弟弟拍戏，我怎么不知道？哪家公司？是二少手里的星鱼，据说带他的还是星鱼的王牌经纪人荣秀媛，又是荣秀媛，这个女人到底要干什么？备车，马上去影视城。荣止，你是不是有病？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吓人？你以为你背着我和荣秀媛搞小动作，就能瞒天过海是不是？我和穆离是正大光明来探班的，而且我弟能够签约星鱼拿下这个角色，还好有穆离的帮忙。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都给我离他远点。每次遇到困难都是穆离在帮我，我绝对不可能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就疏远对我这么好的朋友。无关紧要的。等生了孩子离了婚，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离不离婚是我说了算的，你最好不要惹火我，要不什么事都不会如愿以偿。等待你的只有终身监禁。哎，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无理取闹？你虽然是我法律上的丈夫，但是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你怎么了？嘴怎么流血了？哦，我不小心撞到了，这是我老板。阿紫也来探班啊？哎，怎么没看见婉慈跟甜甜呢？他俩上次还在为你争风吃醋呢，这今天怎么一个都没来？海王？难道老姐被这个海王潜规则了？不行，谁也不能伤害我姐。你不说话呢，没人管你大喇叭。我还有事，我先走。对，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你跟我一起去。哎，我休假了，而且我弟今天有威亚，很危险的，我得留下来陪他。年假取消，我在车上等你。姐，你们老板看着不像好人呢，你还是离他远点吧。闭嘴！莫离，谢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小然就拜托你了。又来了，我可不要你谢啊！我只要你记住了，我是你最好的知己就够了。你是我最不可替代的知己。走了，慢点啊。哎，姐，你这小肚子怎么这么大？你不会是怀孕了吧？你小心点，毛手毛脚。你去查一下4个月前沈婉慈做人工受精那天，乔安有没有去过医院？姐，你这个杯子，我姐
脚踏两只船，还是亲兄弟。我今天没惹你，你干嘛这样？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不准再去找荣秀媛。别把我的话当耳旁，听到没？哦。乔经理，听说你前几天去伊势度假了，一个人吗？一个人不准假，当然是跟帅哥一起了。哦，我还带2个帅哥，玩的可开心了。我听说前几天荣止哥也去了伊势，你没有见过他吗？既然你对荣总的行踪这么感兴趣，就怎么不自己问他？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影视城看见荣止哥了，他说看见你们2个在一起，你说会不会是看错了呀？没错，就是我跟荣总。穆离带我去影视城看他们拍戏，恰好遇到了他。你不会是想借着2少的关系巴结荣止哥吧？不行，我警告，少拿荣止哥来打。方案你比不过我，和荣止哥的交情你更比不过我。好了，下午还要陪荣总去打高尔夫，先失陪了。哎，甜甜是不是在跟大老板在约会啊？这甜甜本来就是临时派来空降的人，搞不好人家甜甜未来还要做总裁夫人呢。沈小姐可不是说的，谁敢撼动她的位置，不要命了！甜甜这样的人绝不能当我孩子的妈妈，不管是为了孩子还是工作，跟甜甜的这场竞争，我绝对不能输。穆离，周末有时间吗？我有事想请你帮忙。最近工作还顺利吧？新设计初稿已经完成了。甜甜呢，请了新晋顶流帮他们拍广告，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请到顶级大师帮我拍。我就知道你每次找我没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是朋友，有朋友两肋插刀，义不容辞。前面看个视频，吃个瓜。这是甜甜。姐，虽然荣止哥没有来，但他为你准备了999朵黑色的郁金香。你是他今生最爱的女人，他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姐，他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双胞胎一样，就连荣止哥他也跟我说，跟我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把我当成你。姐，以后就让我代替你完成你所有的心愿吧。这是甜甜在为她姐姐举办一场元旦，就连她身上穿的这个裙子，也是她姐姐甜蜜在最后一次生日宴会上穿的。这条老 A 塔的裙子是阿芷专门为她定制的。你说甜蜜的消失到底是什么情况？当年甜蜜跟阿芷结婚的前1个星期，他们一块出海旅游，但是遭遇了暗杀，阿芷被救了回来，但甜蜜却消失了。后来我爸还专门派人查过，什么都没查到。看来总裁很喜欢这个女人呀。其实当年甜甜也挺喜欢阿芷的，但是因为甜蜜在，他们绝没可能。他搞这么个纪念会，等于是向沈婉辞公开叫板啊。虽然在阿芷心里，甜甜比不过甜蜜，但是她比甜蜜更有心机，说不定最后能成功上岸。如果让这个甜甜当我孩子的话，那下场应该比跟着沈婉辞还惨。能不能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我？甜甜能不能成为总裁夫人，我不关心，但是这个总监我当定了。甜蜜还活着的时候，她们2姐妹感情可不怎么样。现在她死了，甜甜倒装出一副姐妹情深啊，分明就是演给荣哥看的。跟我叫嚣这么厉害，我还以为你很有能力，谁让你这副德行，早知道我都不告诉你。小姐，你别再喝了，你已经喝很多了。早安，你说我是不是很倒霉啊？如果
当时人工受精成功的话，荣哥哥就不敢不娶我了。结果，孩子到了你的肚子里。小安，你肚子怎么这么大？这都是因为流产后遗症，长了子宫肌瘤。都怪那个晕机，他辞职之后立马出国不知所踪了，肯定是故意。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阴谋。你是说，有人故意不让你怀上荣总的孩子，故意弄错对象，是伪造医疗事故？你知道荣家为什么这么看重这颗精子吗？就是因为3年前，荣哥哥在海上遭到了一次暗杀，虽然他捡回一条命，但是毒性蔓延到了生殖系统，他基因带毒，没法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外婆，他不让别人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养我自己的一个孩子，是他唯一的健康。你嘀咕什么呢？你不喝酒吗？喝酒。好啊，我喝。周5就是荣氏集团的周年庆，你作为未婚妻应该去树立一下你的威信，给他们下马威。说得对，老虎不发威，当我是 Hello Kitty。我听说东区的总裁们都要过来，不如你给我引荐一下，这样我好早日大白天天为你帮忙。好，包在我身上。你说你特来也不带个保镖，我这怎么扛你回去啊？大老板怎么可能不在？肯定是接未婚妻去。我的禁令你是一条都没记住，都当耳边风了是吧？我不就是跟沈婉慈吃了个饭吗？我没犯什么大的错。去酒吧吃饭，跟沈婉慈混在一起就是最大的错。我知道你的用意，你是怕沈婉慈发现孩子还在，我会小心的。而且肚子没显怀，没有人能发现。不过我今天跟他说，我就是得了子宫肌瘤，到时候显怀的时候就说子宫肌瘤长大了。你真想得出来呀，你是？你对沈婉慈倒不是很关心，你不会是想解除婚约？你希望我跟他解除婚约啊？那要看为了谁了。那你希望我为了谁呢？我当然希望你为了孩子，帮他找一个温柔贤淑的后妈，可别是什么绿茶。那还是算了。哪个绿茶？你身边绿茶很多吗？绿茶没有，心机靠谱倒是有。沈小姐，沈夫人，你们好。你好，你疯了？这么隆重的场合，穿死人的衣服？我只是最近想我姐姐了，穿上她的衣服也算是种悼念。我只是不希望我姐姐被人忘记，特别是荣止哥，毕竟他是荣止哥唯一爱过的女人。算了，婉慈，你要记住，以后你可是荣家的大少奶，不要被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我们走。乔经理，你在这看戏呢？我对别人的私事从来不感兴趣。说实话，我还挺佩服你的，不管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都敢直接找老板。我要是没有这个胆量的话，怎么敢跟你公平竞争呢？但愿你只是胆子大，不是生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吊着你还跟荣止不清不楚的，这种不知检点东西，你觉得你喜欢？姑姑，乔安只是荣止的员工，他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非常好，好到我想一点点把他藏起来。荣家的男人果然都是风流种，活该死在女人身上。荣总来了，荣总来了！怎么回事？感觉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样深。乔安，你果然和荣止的关系不愉快。你干嘛？站住！
田经理，我想去上个洗手间，你要跟我一起吗？乔安，你为了一个总监的位置，也不至于把热汤往我腿上泼吧？我就是想去上个厕所。没事，我送你去医院。为什么他抱着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酸酸的？肯定是因为果汁喝太多了。安安呐，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大好，是不是和少爷闹矛盾呢？刘嫂，最近发生太多事，我越来越不懂他了。安安呐，少爷这个人呐，打小就要强，好多话都藏在心里不说。其实啊，他没什么坏心眼，他对你啊也是实打实的喜欢。你说他喜欢我？你看他来这里的次数比回家的次数还多，或许啊，他觉得待在你身边很有归属感。我呀，看着他为你着急上火，以后这个事情不许再发生。看着你吵吵闹闹，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就连以前的那个小姐，她都没有这么上心过。安安呐，你们要好好检查自己的心。他怎么会喜欢我呢？他不可能喜欢我啊！甜甜怎么样了？不严重，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我不怀疑你，不然我也不会过来。我走后，你是不是又和荣学远说话？他是我朋友，通过他熟悉一下荣家的人也有好处的嘛。除了我，谁都不能相信，尤其是荣秀远。听说你被暗杀过，凶手是谁？凶手是谁？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哦，那我不问了。你在担心我？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你要是出事了，我孩子怎么办？我还指望着他继承你的万贯家产。你又弹我，我有点困，我先回去了。总裁，桑塔的服务生交代是受人指使，他说是沈婉慈沈小姐。这么重大的场合，沈婉慈他不敢，接着查。荣子，你那天当着那么多人面，公然把甜甜抱走离开。今天如果你不给我们婉慈一个交代，这事儿就没了。这乱子还不是他惹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礼裙的小姐让我这么做的。她戴着墨镜，我看不到她的样子，只知道她的裙子上有1排钻石。她给了我20万，我也是财迷心窍就同意了。这是诬陷，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你经常做的事。荣子，虽然我们家婉慈平时顽皮了点，但是这件事情我敢肯定的说，绝对与婉慈无关。我们家婉慈绝对不会在这种大场面犯这种低级的错误，绝对是有人诬陷。而且讨厌甜甜的人不止我们婉慈一个人，肯定是乔安。乔安跟甜甜在公司竞争那个总监之位，甜甜总是仗着跟你的关系处处打压他，他肯定是心怀怨恨，所以才买通了服务员烫伤他，然后又怕你怪罪他，就诬陷我，让我背黑锅。据我所知，你那条裙子价值至少上20万吧？他一个小员工，全部存款加起来的，他可以仿制一件。我记得那天初审的时候，乔安正好起身，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早不离开，晚不离开，偏偏在那个时候。你应该庆幸他不在，要不受伤的人又多。妈，荣哥根本就不相信我，怎么办？放心吧，这件事情一定会查清楚，一定会还我婉慈你的清白，不能让你背黑锅。我现在就去找乔安问清楚。乔安，沈小姐，有什么事吗？甜甜被烫伤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会怀疑我？昨天荣哥哥拿到一份录音来找我兴师问罪，有人冒充我收买服务员，
你跟甜甜现在在竞争总监之位，你看不惯他，想给他点教训。我跟他一向不和，所以你就诬陷我，栽赃到我身上，想让荣哥哥觉得是我做的，对不对？还以为我们是同一战线，没想到你竟然也怀疑我。那你怎么解释甜甜出事的时候，你恰好躲开这一劫？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那就说明我运气好呗。其实我也怀疑过这件事情的蹊跷，我昨天还怀疑是不是你做的。我是很想教训他，但是我不会搞这么大动静，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真不是你？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啊？烫伤了甜甜，惹得自己一身骚，我有这么蠢吗？而且你还是未来的总裁夫人，我还指望着你多多提携呢。害你，我岂不是失去了靠山？一定是有人希望我们反目。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荣总，今天沈小姐来找我了。最近公司关于我害甜甜的谣言到处都是，你一定要帮我做主啊！怎么证明你是被诬陷的？我觉得他们的目标不光有甜甜，还有我。幸好我走得快，要不然肚子里的孩子肯定受伤害。那是因为你事先知道，所以才能会提前离开。哎，如果我跟沈小姐合作，那为什么要冒充她认罪？如果这件事情就是沈小姐干的，那出钱出力的都是她，还需要跟我合作吗？荣止，为什么你一遇到甜甜的事情，你脑子就退化了？生气了？好啦，我是故意试探你才这么说的。这件事情啊，你不用去担心，我已经派下面的人去查了。至于公司的谣言呢，你也不要担心，好吗？你说那个造谣的人，会不会就是始作俑者啊？没有，我都说了，这件事情不用你去担心。但是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先老实待着，好吗？谁的电话？接呀。姐，乔然，什么事？姐，我刚刚和几个同学在你们家附近吃饭，就顺便过来看看你。我现在已经到你们家楼下了，你快点给我开门。怎么办？不能让我弟发现。荣总，荣总，我求求你，拜托，到我们的房间里躲一下好不好？偷，拜托，忘了给你。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当然惊喜了。你以后要来的话，你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这房子是我跟别人合租的，我们都事先说好了，要是有朋友来，得提前说一声。哇塞，你这房子也太大了吧！有游泳池，还带空中花园。你小点声，我室友在工作。对了，你那个工作最近怎么样？哎，姐，你就放心吧，有木离哥处处帮我，没人敢为难我。而且我明天还要去录一个综艺，你就等着你弟大火吧。那你在现场的时候尽量要活跃点，这样镜头才会多。但是不能表现太刻意，不然会给观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哎，对了，姐，你母胎 solo 这么多年，有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母胎 solo 这么多年，有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的弟呀，你敢胡说些什么？大老板听到肯定会惩罚我的。不想，我现在只想当总监。男人都是累赘，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难道姐跟老板亲嘴，只是为了当上总监？男人都是累，那我就听他姐，每次要钱的时候一点不怕。姐，那木离哥呢？你看他啊，又帅又优秀，是不是想跟他谈个恋爱？那我跟你说了100遍了，我跟木离哥只是朋友，现在是，将来也是。那你们老板呢？虽然他是个海王，但是有钱又有势，而且长得也帅，你也不想跟他谈恋爱？明知道他是我老板，还敢问这种荒唐的问题？哎，我可是拒绝办公室恋情的。你个小孩子老打听他人的事干什么？时间也不早了，
哎，你赶紧回去吧，休息休息。姐，我刚来。哎，你别来了。哎，姐，走。唉，幸好大老板啥都没听到。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会谈恋爱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绝对不可能喜欢我。就算太阳从西边升起，母猪会上树，这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女人，你都绝对不会跟我谈恋爱。像你这种视财如命的人，才不配做我的女人。也是，以后你要是谈恋爱了，应该没有时间来我这儿吧？你是特别不希望我来，是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要是你以后交了新的女…… All of my lif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you, someone to change that old world that I knew. Open my eyes and I know I have. 专心点。阿芷，天天担心腿上留疤，把自己关房间一整天了。你能来看看他吗？自从秘密走了之后，他就最听你的话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可去。听说女人怀孕之后情绪都会变得很敏感，看来是真的。我在试问些什么呢，乔安？以后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会离婚，以后绝对不能让他再亲我。干杯！今天乔恩的录制综艺圆满结束，让我们恭喜一下娱乐圈新人乔恩的第一次登场。恭喜弟弟，这次感谢茉莉哥了，能够让我有机会上这个综艺，还得是你足够优秀啊。乔安，看这个。明天周年庆，手脚干净点。好的，沈小姐。这个视频一看就不是监控拍的，这事儿总觉得有蹊跷。这沈婉慈演技也太好了吧，连我都被他骗过了。这件事儿你完全就是被无辜牵连，多半是有人想要借题发挥。沈婉慈和甜甜怎么斗，我管不着。若是要把我扯进去，那就打错算盘。荣总，你怎么在这儿？周末不是要陪甜甜吗？我的听宝宝写了信。听说甜甜受伤是沈小姐指使的。这件事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么关心干嘛？是帮我清白，当然问清楚了。这事儿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你别再瞎掺和，知道吗？荣家少奶奶的位置花落谁家还真不好说。要是甜蜜还活着的话，这个位置肯定是她的。甜甜代替她姐上位，也不是不可能啊。沈婉慈也不是吃素的呀，人家什么手段使不出来？也是，当年甜蜜死得可蹊跷了，荣总当时在昏迷住院呢。难道有人趁着荣总受伤杀了甜蜜？那我身份暴露了，岂不是也会死？那个，你周末要不要参加团建啊？我看起来很邪乎。你要去吗？啊，我最喜欢参加团建了。不过你放心，我就是去给他们加油打气，我不参加任何活动。但是我下周末要出差，你自己去吧。啊，再说会儿。下周出差取消，我要去参加团建。这个女人不知道男女有别吗？一点不懂得避嫌。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就听说乔经理的异性缘是最好的，特别会处理和男同事的关系。现在看来，传闻是真的喽，都给别人搂搂抱抱上了。小然，你昨天综艺播出之后小火了一把，涨200万粉丝，但是你以后能不能成熟点，别再这么幼稚了。姐，你是不是又胖了？我刚才摸你小肚子圆滚滚的，腰也粗了。
我最近就是吃太多，长了点秋膘，用得着这么顶小怪吗？条经理好像是长胖了点，但是胖的地方好像只有肚子。我说大老板怎么有空来？原来是陪小白月光的。身边有人还来看我这，炸！哎，带我一个。荣总，你吓我一大跳，我没看到你来了。听说你很会处理跟男同事的关系，这都是同事之间正常交流。荣总，您一直都在大气层，和我们这种普通人不一样。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跟男同事的关系不要处理得太好，省得引来不必要的非议。乔经理，女人啊还是要自爱。乔经理，你有空减减肥吧，你那小肚子胖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怀孕了呢。龙哥哥，你玩的好开心啊！沈小姐，这是荣氏集团团建，你过来是想给我道歉吗？我凭什么要道歉啊？看你的是服务员，不是我。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以前就用这种方法离间我姐和荣止哥，现在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这一次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想要狡辩？你揪着我不放，不就是为了离间我和荣哥哥吗？好当第三者，不败的人才是假的。唉，这瓜子真香。沈婉慈，我跟你说过，事情调查没有清楚之前，你别出现在我面前。如果你不想颜面尽失的话，赶紧消失。怎么烫的不是脸？你不会也会怀疑我吧？你都被别人拍到了，我想信你都不行。我找服务员是让他泼红酒，没让他泼汤，是因为我讨厌那条裙子。当初荣哥哥跟甜蜜结婚的时候，他就穿那条裙子。他那天穿条裙子，就是为了向我示威。那服务员又不是傻子，你让他泼酒，他干嘛要泼汤？我也想不明白，我明明交代的一清二楚的。这么想来是有点奇怪，这么多空位，甜甜偏偏坐到我身旁，而且我起身要去洗手间时，还被甜甜缠住，就像是要阻止我离开。有没有可能是你离开之后，有人冒充了你，改变了指令？难道这口黑锅是打算盖在沈婉慈身上？乔安，你肚子怎么又大了？看起来像怀了5、6个月的。什么怀孕？我这是子宫肌瘤变大了。你也知道，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到底是谁拍的照片。而且你和甜甜那件事，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你待在这里也不太好，不如你先回去，洗清冤屈才是最重要的。不行，我不能走，我不能让你天天勾引龙哥哥，我得跟过去看看。姐，你大老板未婚妻怎么那么生气啊？难道被那个小情人打败了？你闭嘴吧，大老板的事儿你少打听。哎，姐。吃瓜没问题，可是呢，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卷进去。我刚才看你老板一直盯你看了好久，我可不想有一天听到你的广播。姐，你还是减减肥，我觉得你这个肚子……哎呀，你话真多！哎，终于可以吃饭了，饿死我了。哎，姐，下午跟我一块去玩真人 CS 吧，你得多运动，减减小肚子。陆离哥身边都是超模，你也得注意身材管理。不能被他们给比下去了。你还不知道啊？你姐她有小肚子，是因为她有子宫肌瘤。啊？姐，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呀？这不是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医生都说了，我还年轻，可以用药物治疗，大不了就做个小手术，哎，没什么。真的没事吗？好了，走，跟我去抓小三，走。哇哦，龙总钓了好多鱼啊，真是个钓鱼高手。荣止，明天哈尼过生日，他很想你，你肯定会去看他的，对吧？哈尼说一匹破马，之前荣哥哥送给甜蜜的，甜蜜死了，这匹马就是甜甜在养。连马的名字都带着爱情的3幅画，真是一对甜蜜的小汤人。荣哥哥，明天我妈妈和爷爷约好了要去南湖赏菊，你会去的吧？
喂，妈。什么？你明天要来找我？妈，这是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哎，莫离，你怎么在这儿啊？当然是我叫穆离哥来的了，他帮了我们那么多，见见妈子嘛。阿姨你好，我叫荣修远，是乔安跟乔然的朋友，你也可以叫我穆离。你这一路过来舟车劳顿的，想必累坏了吧？来，快请坐。你就是穆离呀？经常安安在电话里提到你的名字，真的是谢谢你照顾安安和然然了。我什么时候打电话提穆离了？她一个女孩子啊，独自一人在外，真的不容易。有你在身边啊，我就放心了。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来，庆祝一下老妈来京都，我们4个合个影啊！哎，好好。哎，穆离哥，靠近一点啊！来，3、2、1，好。乔安，你弟弟来，若是有弟弟一个知道，就连你妈他也在场，你这我难免你的感情，你到底把我当什么？真的不错，要赚点机会。妈，穆离只是朋友，不要在这给我乱点。荣总，你也在？路过。啊，这位是哦，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荣总，他就是穆离的弟弟啊。你好，荣总，我是乔安的妈妈。真没想到荣总这么年轻，真是年轻有为啊！以后啊，还请你在公司啊多多关照关照我们乔安。乔安是我们公司的模范养，也是我们一直培养的对象。阿姨您放心，虽然在公司我是他的老板，但是在私底下我们是朋友。朋友，这个词好惊喜。我们安安在京都有穆离的照顾，又有荣总的关照，我和他爸呀也都放心啦。是，乔安说了，要和我的二哥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是不是？是。阿晨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对拍广告感兴趣了？哦，荣总要去隔壁的俱乐部打高尔夫，恰好路过，是吧？小时候，老爸经常带我们4兄弟一块打高尔夫。自从他老人家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一块约过。什么时候有空，这样大哥3弟一块再聚聚。下周正好是老爷子的周年纪日，正好他在天上看，我们都在，他开心。时间不早了，我就先走了。晚上必须回别墅，不然我亲自来接你。你把我的孩子带出去夜不归宿，经过我的允许。我不是告诉过刘总，他没转告你吗？以后再有这样的事，要亲自向汇报。荣总，麻烦你尊重一下我的自由。你去哪儿我不屑的，但是我拥有孩子们的绝对监护权，他们的行踪我必须严格管理。我累了，我想休息。你放我下来，我有脚，我能否？你别自作多情，我现在抱的是我的孩子，不是你。荣总，你出去吧，我要睡觉。别装了，你根本睡不着。今天的事儿，必须让你妈有清晰的认识，到底谁才是她真正的女婿，省得出现不必要的误会。你放心，我妈再怎么挑女婿也不会挑到你。她对自己的女儿找什么样的对象还是很清楚的，绝对不会幻想高攀您这种大佬。那荣书院，那就更不会了。
我跟我妈说了，我跟他是一辈子好朋友，她已经帮他当干儿子。最好的是，我约了医生，明天带你去体检。好可爱呀，好像更像爸爸多一点。废话，我的孩子不像我像谁啊？你先在这坐一会儿吧，我去问医生点事情。嗯。哎，乔安，真的是你？你也来看医生啊？啊，对啊，我刚刚子宫肌瘤复查。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好像荣总啊，跟你一块出来的，现在怎么不见了？荣总，你在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妇产科，他一个男的来这里干什么？我就是看到一个大帅哥在你的旁边，身材跟荣总很像，毕竟像荣总这样鹤立鸡群、玉树临风的男人太少了。真的不是荣总吗？啊，刚刚有一个大帅哥在我旁边，我居然都没有观察到，真太可惜。我也检查完了，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荣总，我刚刚在妇产科门口碰到婷婷的助理了，他好像看到你了，怎么办啊？妈，好香啊！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剧组看乔然啊？是的，那边宾馆他都联系好了，你这边我也不担心了。不管是木林还是荣子，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你嫁给谁呀，我都高兴。妈，你说什么呢？荣总是大老板，我和他八竿子都打不着。你妈我啊，火眼金睛，他绝对对你有那个意思。不过我觉得吧，还是木林更适合你点。妈妈，你肚子怎么这么大，像怀孕后期？掀开我看看。妈，什么怀孕后期？我这就是子宫肌瘤长大了，不信的话，我们待会就去医院做检查。那药吃完了，我陪你去医院复查。要是继续生长啊，赶紧去给我割了。妈，我说，如果我生了孩子结婚又离婚，你会不会怪我呀？那说明啊，你也瞎了，找了个人渣。怎么感觉有人在骂我呢？哎呀，我的宝贝曾孙啊，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孩子出生以后还是要继续保密，等大一点再公布。至于乔安，离婚以后要妥善安排，不要出什么乱子啊。好，我会安排妥当的，爷爷您放心吧。婉辞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这要关键看田家怎么想的。这个人证物证都已经有了，这次跑不掉。面对田家的袒护啊，不要太明显了。3年了，难道你还没放下悬念？爷爷，这个事儿呢，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您就别担心了。其实啊，我也挺喜欢这孩子的，只可惜他命薄，和你情深缘浅，你还是要试着把他放下，去接受新人。就算是新人，也绝对不能是沈婉辞。说实话，婉辞呢是你奶奶指定的孙媳妇儿，她除了脾气蛮横了点，对你呀可是一心一意呀。要是田地的妹妹是个有心机的，荣家绝对不可能接受她的。那如果是乔安呢？您会接受他？吃点吧。今天差点被我妈发现，挠着我一片手纹，还好我聪明，不能过这。没事，反正你妈早晚都会知道。而且我想好了，等你待产的时候呢，就让岳母和刘嫂一起去照顾。哎，不行，要是被我妈发现，我随便结了婚又生了个孩子，然后又离婚，她会被气疯的。那到时候出了危险状况，我可报销啊。
好了，逗你呢，我已经请了最好的医护团队，保证你和孩子安全。只是我没有做过那件事，我会不会身手比别人困难？我可以帮你啊。刘嫂说了，这个孕妇度过3个月的危险期，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有助于你调理内分。没有，你误会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以后离了婚还要嫁人呢。离婚之后的事儿，离婚后再说。现在呢，我有必要尽一个作为丈夫的义务，帮你顺利生产。那个，你经历这么久了，他可是你唯一的2个健康孩子。啊，等我啊！等我再婚的时候，孩子们能不能帮我当花童？那得等你找到能够活着结婚的接盘侠的时候再说。现在去睡觉。哦。哟，看你这肚子，我还以为你是怀孕了呢。昨天安娜跟我说，她看见你和荣总从妇幼保健院出来，把我都吓了一大跳呢。我也吓了一大跳，不过这话要是被荣总听见，大不了让去看眼科或精神科。我就是长了4个肌瘤，去做复查。是啊，我也是说他嘛，看错了。就算你真的得了子宫肌瘤，荣总也不会陪你去妇幼保健院看病，不是是？田经理说的对，荣总怎么可能会把我这个小员工放在眼里？不过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子宫肌瘤这件事能不能不要告诉你？我可没有那么闲，今天下午啊，我和荣止哥还要去马场看哈尼呢。再说你的私事儿，我也不关心。我怎么老是觉得他在藏着什么秘密？昨天福海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死者是烧伤田牛的服务生，他都被烧焦了。不会是被灭口了吧？未知道。警方已经排除了是他杀，说这就是一起交通事故。可这个女的咬死说是我指定的，对方一定给了他不少钱，到死都不说实话。那这下死无对证了，你要洗冤屈就更不容易了。你知道荣哥哥现在干嘛吗？他正在马场和甜甜卿卿我我呢，气死我了！我去找他们，还被撵出来了。你看，晚上做胎教，白天谈恋爱，还真是如鱼得水的渣女。傻，这么浓的香水，肯定刚从甜甜的床上下。怎么了？今天一声不吭的。没什么，你不是一直嫌我丑？哎，不是，谁惹你了？发那么大脾气？对我孩子不好。别玩了，别玩了，我睡觉。睡觉。如果一个平时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没了，还动不动就挑衅你、跟你抬杠的人，
果然一声不吭，闷得像个坏了的喇叭。到底是怎么了？那肯定是生气了。莫名其妙的生气，我怎么会关这种事？谁吸啊你馆长？呸！重做！如果下一盘再做不好，就滚蛋！永世不许有废。哎，总裁，一个女人如果生气了很好哄，一个小礼物，一顿烛光晚餐，夫人的气可能就消了。夫人刚才去食堂吃饭了，你看要不要？你很闲吗？你觉得我需要让你教我去哄一个一点都不重要的女人吗？总裁，那我先走了。你等一下，午餐时间到了，你陪我去趟餐厅。我最喜欢吃食堂的鸡蛋羹，你可以尝尝。自己不检点，还有那么凶的眼神，不要脸。他刚才什么意思？我是脏东西吗？看见我就打了个脸。有可能还没看见你，要不你去主动求他。吃饱了。给我订个下来。看着他冰糖葫芦，终于开窍了。总裁，您从巴黎空运的包背回来了。扔呢？啊？什么？不是，总裁，我看夫人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估计是哭了很久。你很闲是吗？要不然你去带非洲带枪。我，总裁，你这个女人无缘无故生闷气，还哭了这么久，我觉得肯定是知错。那天您给我发微信说夫人无缘无故生闷气的那天正好您跟甜甜去了马场，虽然是做假戏，但是夫人并不知道。她吃醋了。总裁，还送你。我再说一遍，扔了。看来只能我来推波助澜了。王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个原系列的事准备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打败 MJ？正在生产加工中，一切都正常，必须得有点信心，要不然我怎么走这个总监之路？不敢想，不要如此乱想。哦。哎，你就没有什么事想对我说？谢谢你送我的包，我很喜欢。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昨天晚上亲自设计的，怎么样？有诚意吧？这算什么创意？这个蓝色的呢，代表着地球；黄色代表着月亮。这个地球和月亮之间相互环绕、相互吸引，永不分离。啊，不过这钻石太贵了，我买不起，我太穷了，所以我就花了宝石，但也花我很多钱。你就应该多笑笑，这样多好看。跟你生闷气，是不是因为你吃醋？你别误会了，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我一直很遵守那个协议的，我从来没有越矩过，而且就算全世界男人只剩下你一个，我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想哎，荣止，救命！我在公路上，查测失灵了，不，是不是我身边所有的女人都要除掉？你以为甜蜜的事我差不多一点儿就司马提升？甜蜜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你只是帮凶，但这件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事不过三，我不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从今往后，我跟沈满思的婚约就此解除。你要是敢解除婚约，
我就去死！使不得，使不得！随你便。你以为甜甜就是你想的那样吗？她根本就没我好。如果他敢作妖，照样滚。没有别的，从今往后，你只是我的刘备。甜甜，我会放过你的。甜甜，你马上就要成为总裁夫人了，你赶紧和大老板去民政局登记，免得夜长梦多。荣止哥会安排的，不用我操心。至于别的女人嘛，荣止哥是看不上的。贱人！都是因为你，买通服务员陷害我，然后哥才会跟我解除婚约的。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请跟你姐姐一起下地狱吧。叫救护车！产一直都没有流产，龙哥哥一直都在骗我。不过你也不用找人保全他，等会儿医生都会打掉他的孩子。这个胃药总会干呕恶心。再说了，龙总怎么可能让我生他的孩子？难道怀孕了？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孩子呢？孩子没事吧？孩子没事。医生说你只是动了胎气。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守住。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会给你找个地方，让你安心养胎。不行，不能这样子。虽然大家知道我怀孕，但是不知道孩子就是你的。如果我这样做，反而会致使了他们的猜想。放心，我就像原来那样生活，依顾他们，这样他们就不敢轻易动手。我会给你派保镖，随时保护你的安全。看来得彻底清理沈家。乔安，这个戒指3年前就该戴在你手上，不过现在也不晚。希望你能够喜欢。爷，国内传来消息说乔小姐流产住院了。什么？流产？马上得急啊！我要回国。荣止，我承认这次是婉辞做的不对，你跟他解除婚约我也认了，但是你不应该把他送出国呀。还有，你不应该刚解除婚约就把这个女人带到家里来，这样不合适吧？今天我带甜甜回来，就是要宣布一件事情：结婚。我已经联系商量好了，婚礼将在春节后举行。荣止，你怎么没跟我说呀？荣止，你怎么这么迫不及待的把甜甜娶进门？你是要把婉辞活活给劈死吗？啊！而且荣家的家规，应该守孝3年，不能结婚。如果甜甜怀孕了，也许经常。你什么时候身体康复的？可能是因为甜甜回来，我心情大好，所以身体加速康复。你应该让我见见婉辞呀！而且婉辞都要出国了，你凭什么不让我见？您放心，婉辞的衣食住行我都会安排妥当，我绝对不让她见你，是对她好。哼，如果婉辞当不了荣家的少奶，别人也休想。哼！总人公说这女孩是我的。对，是她，就是她。这女孩可漂亮了，一眼就能认出来。那么多女孩，为什么偏偏是她？你知不知道，你把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女孩给毁了？那医院检查到的秘密，就她一个处女，而
而且原本做手术的女孩突然就不见了，我看她挺缺钱的，她一直拼命的筹钱给她弟弟治病。我就想啊，如果手术要是成功了，她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的。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姑姑。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一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偏偏是乔安，偏偏是乔安，少吃，我一定会把乔安让给你。他是我的，谁也抢不走。肚子都这么大了，还骗我说长了子宫肌瘤，你是怎么想的呀？生孩子这种事儿也瞒得住吗？姐，孩子是不是穆离哥的？难道是荣止的？姐，名流圈都在传，他和沈婉慈解除了婚约，要娶甜甜，连订婚的日子都选好了。他就是个始乱终弃的渣男。不是的。啊，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被欺负了？姐，谁欺负你了？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我弄死他。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自己玩过头犯的错。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你这是犯了一点小错吗？你把你搞成这样个鬼样子，以后嫁个好人家你都难了，你知不知道？你把你自己都给毁了。穆离哥，你回国了？穆离，你怎么来了？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这么多委屈。穆离，穆离，你不怪安安呐？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连她怀孕我都不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什么？你说什么？妈，穆离哥说我姐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什么都别怕，就算天塌下来，我也替你挺着。既然你跟安安把握会都解开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阿姨，我都想好了，等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带着安安去马耳他结婚。马耳他？哪里只能结婚不能离婚啊？我早就想好了，我这辈子不能没有安安。安，我愿意一辈子跟你不离不弃，答应我。如果没有阴差阳错的医疗事故，如果没有和荣止发生纠葛，或许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但现在已经晚了。哎，太好了，太好了！小南，走，跟妈去买菜，给你做几个好菜。穆离，谢谢你替我结尾，你不该替我扛下的，这样会影响你的生育。我刚才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如果3年前不是我有事离开了，我们早就在一起了。我这样，你不介意吗？我不介意，不管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嫌弃。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够了。安，答应我，做我的妻子，好不好？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想等生下孩子之后再考虑我的未来。我会一直等你。总裁，小不忍则乱大，2少这么一搅和，更没有人怀疑孩子是你的了。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别有用心？2少只是想得到夫人的心。你看啊，他连地理杂志的拍摄都不拍了，专门从美国飞回来。反正你也不在乎夫人，我觉得2少当这个烟雾弹挺好。我确实不在乎乔安，但是他挂了名就要恪守妇道。
总裁哪儿都硬，尤其是嘴，棒棒硬。行，废话这么多，去把枪弄去。是。荣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昨天都跟岳母解释清楚了。我本来是想说的，但是我妈突然知道你要和甜甜结婚的事，我就说不出口了。我妈是不可能接受我们这样的协议结婚的，更不可能接受我生了孩子再离婚的事实。昨天你是不是见程书媛？穆离不顾自己的生意受损，替我扛下了所有。现在所有人都以为孩子是他的，我们的秘密也算是保住了，孩子也算是安全了。你应该感谢穆离。感谢他？感谢什么？敲我墙角。你是不是还准备与生相许啊？我想着等我们离婚之后，我会去尝试接受他。荣秋远他不是个好人，他不是你的良配。那我觉得佘婉慈比甜甜更适合做自由总裁夫人。那你还不是不要佘婉慈这个原配，要甜甜这个嫂子？你是脑子被驴踢了啊？佘婉慈是原配，你是什么？不管我是什么，那她甜甜就是个小三儿，你就是个出了轨的渣男。我跟你说，我有时候真想掐死你！滚出去！我他妈处男一个，初吻都给人家讲，竟然还被骂渣男！听二少说，等孩子一出生，你们就去马耳他结婚啊？你这是意外怀孕，还是计划好的呀？意外。你不是在备孕吗？怎么有好消息了？哦，这几天刚好排卵期，说不定啊，都已经有了呢。不要脸！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荣止碰我，等到时候怀上了孩子，他不娶我就不行。荣止，你能不能正常点？我日子都被你想。已经计划好跟荣秋远去马耳他。荣总不也一样吗？只要你再娶，我就再干你。你这是在故意气我。我可不敢。只有真正对我好、对我一心一意的人，就值得我从一而终。做不到的，就不要阻止我去。那你希望让我对你一心一意，没有想坐稳荣太太的位置吗？没想过，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很清楚。你的妻子应该是和你门当户对的豪门千金，而不是我这种小草根。 닿을 듯하지 않는 곳으로帮我办一件事，事成过后盈利百万。乔安，不管你怀的是谁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资格出生。荣止哥，我想成为你的女人，你不是想让我怀孕吗？今天正好是排卵期，我肯定能怀上的。甜甜，我还在守孝期，不能动孕，你是不是忘了？可是上次你说都是有变数的呀，荣止哥，我会代替姐姐好好照顾你的。周泽，滚进来！总裁，他应该是吃了料了。 把他扔去医院！不要碰我，滚开！只有荣止哥才能碰我，荣止哥救我，荣止哥！看来得尽快处理这些事情。修远，你老实告诉我，乔安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乔安是我的女人，她肚子里的孩子当然是我的。 我已经审问过了医生了，她当初做人工受精的女人就是乔安，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荣止的。当初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医院里那么多女人，她偏偏选中乔安，你知道不知道？乔安是我最喜欢的女人。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理智了？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那是因为我没有需要在乎的人。我希望不要再对乔安收手，否则我绝不会袖手旁观。你现在太不理智了，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吧。不知好歹的东西，怪不得斗不过容止。你等着吧，我一定会帮你扫清障碍的。总裁不让您吃凉的东西。小风，这容止又不在，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呢？你说说你，自从当了我助理之后，好好一个硬汉，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要怪就怪你挡了别人的路。小风，夫人，您没事吧？我羊水泡，快小心扶着。你要我说话吗？你轻点一点啊！羊水都破了，马上就要升到你最后一点，来加油，使劲儿，来，对，加油，加油，再使劲儿，来，我看，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你终于醒过来了，快把妈妈给吓死了。孩子呢？孩子呢？在了，孩子在了，只是有一个，另一个怎么了？妈，你说呀，妈。另一个孩子刚出生就没有了呼吸。我的心里总刺出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攀小小的板凳，一路迷我也一路跟，我在这里没有呼吸呢，我要找我的儿子，我要找我的儿子，冷静点，小小的我傻傻的。抱我出来。是，你和甜甜还有其他人可以很多，可是我的孩子是你的事。容止，我们离婚吧，明天就去办手续。啊！你胡说什么呢？离什么婚呀？你还没结婚呢。阿姨，其实我跟乔安早就结婚了，只是为了孩子和他的安全，没有公开。那修远呢？他说这孩子是他的，你们这些孩子拿婚姻当儿戏，刚结婚就要离婚，孩子生下，你们有没有给孩子想过？妈，我和他真是……他只是在生我的气，我没有待在孩子的身边保护孩子。啊，妈妈知道你伤心了，为什
是我们要为活着的孩子着想，我们要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让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原本就是协议婚姻，怎么可能不离？总裁，事发地的监控坏了，警察还没有找到肇事司机，我们的人也在加紧追查。是婉思查？查过了，他们不知道是您和夫人的孩子，所以不是他们。荣芳最近回来了，我怀疑是去查，绝地3尺也给我找到他。另外，我要告诉乔安，另一个孩子丢了。少爷，这几天安安一直在为夭折的孩子伤心，这样下去不行啊！要是患上了产后抑郁，可怎么办呢？把故事娓娓道来的说，把情绪摊开之后再藏着，你那么独特。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你们每天都问我一次烦不烦？我说过，在荣家无论任何形式的婚礼，都有它的规矩。我现在是荣家的家主，你是荣家的家主，想要离婚，必须通过家族成员2/3的同意，而且还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家母犯有重大的过错。我确实犯有重大错，没有保护好孩子。什么时候开家里婚宴？等孩子100日宴那天。好。啊，这只有母女俩。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这婚不能离。你要是敢离，我就死在你面前。妈，我跟他不是因为爱情结的婚。妈，你爱谁？修远吗？你爱的是荣子，不然的话，你不会这么难受的。对，我爱他，可是我不能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妈，我想休息了，我有点困。姑姑，乔安出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他怎么了？他在下班路上被人撞了，孩子早产，一个孩子夭折了，他被荣止带走了，我没法去看他，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哎，他也太不小心了，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都还没想好计划怎么做，他竟然就生了。真的不是你？真的不是我，你别疑神疑鬼了。我可是从小把你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姑姑，你这么怀疑我，也太伤我的心了。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而乔安是我最爱的人。我希望您知道，你要是伤害他，就是在伤害我。那我把他从荣止身边给你抢过来。不必了，我有我自己的计划。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输给荣止。修远，姑姑会为你开好路的。他
他们荣家欠我们的，我会一点一点让他们还回来。好，乔安呐，这次真是辛苦你了，给我生了一个这么乖巧可爱的孙子。我小时候啊，世纪长孙，以后荣家数你最大。老爷子啊，以后让安安多给你生几个孙子。好好。哎，有什么快吃，让婆婆再小多好吧？孩子已经摆着样了，家庭会议什么时候开？你就这么着急跟我离婚？我是替你着急，就算我不提，你也会提离婚的，毕竟你还是要去天天。你真的很希望和我离婚，是吧？我之所以这么提出来，我就是不想有一天你嫌弃将这离婚协议书甩到我脸上，逼我签字。是，我确实很讨厌你。我讨厌你和荣君纠缠不清，我讨厌你动不动就能影响到我的情绪，我讨厌你天天把离婚挂在嘴边。小儿，你真的是。我确实很讨厌你，我讨厌你和荣轩纠缠不清。我讨厌你动不动就能影响到我的心情，我讨厌你天天把离婚挂在嘴边。小儿，你真的什么都不懂。他说的那个意思，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荣止，你的手在干什么？请你自重。怎么了？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不想把你扒干净吃掉。你不是？男人最忌讳说的不行，要不见我们试试？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我打算从明天起在家办公，再过2周之后就回公司上班。你是一个好员工，但你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贤妻良母能发工资吗？经济独立才是一个女人得到尊重的开始。而且我是一个事业型女人，在工作的时候我才能忘掉烦恼。每一次梦到另一个宝宝的时候，我都特别恨自己。安，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在家办公啊，但是必须要休完产假之后才能去上班。我为什么？我不用喂奶的，就我不在的时候，妈和刘嫂都可以照顾孩子，我完全可以上班的。肇事司机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啊，你什么意思？难道那不是意外？有人想害孩子？这所有的意外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阴谋，而且当时的人工生情可能并不是事故。你的意思是那个医生故意弄错的？当初那个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叫做刘辉，术后第2天他就给医院打电话辞职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而且我一直在找他，可是还是没有音信。如果真是阴谋的话，是不是跟沈婉慈一样，以为孩子流掉了？当他知道孩子真相的时候，他就让人撞我，让我流产。所以在事情都调查清楚之前，你还是再待在家里吧，这样会比较安心。总裁，保镖一时疏忽给夫人接生的医生跑了，找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废！要你们有什么用？荣光最近在哪？哎，很少出门，但是出了门接着就回家了。给我电话。乔小姐，身体恢复得很好，你可以像平时一样自由活动了。陈主任，那个给我接生的王杰医生今天在吗？王杰呀，他前段时间去世了，挺突然的。
为什么去世了呀？王姐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小毛病，爱赌球。听同事说，那晚她在酒吧看球，她一下子太兴奋了，突发了心肌梗塞。这所有的意外，它的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好，谢谢陈总。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只哭了一声，就不哭了。王医生说，孩子呛了羊水，就抱着孩子去了抢救室。妈，你说阿宝会不会根本就没死？这会不会也是个阴谋？别想了啊，以后可以再生，多生2个。安安，恭喜你出月子！今天公司在牡丹山庄有个睡衣派对，出来 happy 一下吧，有大褂。你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吧，又变回清纯少女了。我这每天都在家里做瑜伽呢，所以恢复快。算他走运，车祸都能让他孩子。好久不见呀，乔经理，多久回去上班啊？哦，我已经跟大老板申请过了，我下周起就在家练习。听说原系列卖的不错呀，我原本以为你会用设计跟我实打实的打 PK， 没想到侧重点还是在卖周边上面啊。设计师嘛，肯定要为公司盈利的，不过这都是创意，不仅要艺术，还需要市场营销。这是我做的榴莲酥，大家尝一下吧。不好意思啊，我甜甜，你不会是怀了荣总的儿子吧？我也不知道，不过例假确实推迟了好几天了，但是我也一直是不准的。荣芷这个大渣男，说什么我不明白他的心，甜甜都怀孕了，还拖着不离婚。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我还要回家带孩子。10个后妈9个坏，甜甜尤其坏，绝不能让她做宝宝的后妈，孩子依然由我照顾，不然离婚，绝不签字，死也不签。今年不是去派对了吗？不开心啊？头上顶着个大绿帽，压着脖子都睡不着，能开心？乔安，明晚我生日，晚上可以一块儿吃饭吗？不准回，不准去。荣先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荣家的破规矩，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要遵守，而且我也没有打算要做你们荣家的儿媳妇。你要我遵守妇道，那你要遵守男德啊！你天天和你那个小白月光搂着，私生子都要出来了，还好意思要求我？难得，这个难得是什么呀？难得是什么呀？难得就是男人要守身如玉，为老婆天生自豪，不准和其他女人勾勾搭搭的。还有，遇到狐狸精要坐怀不乱，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越雷池一步。怎么？你这是开始炫富了？我哪有这个能力？反正对于我来说，夫妻之间必须平等，否则一拍两散。一拍即散，跟我要求平等。你有资格吗？是我没有，所以你就不要说让人误会的话。反正我们是走到离婚的。你找回一个事实，你找回一个事实。渣男，渣男！一定是被荣芷控制了，才会不回我消息。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输给他吗？因为你心太软，不够狠厉。如果不是您，我怎么会失去乔安？
或许是上天注定了，你跟荣止还要再较量一场。我会帮你的。不必了，您最好别插手。姑姑，您最好不要再背着我做任何伤害乔安的事情，不然我就回美国，再也不回来了。难成大器的东西！乖宝宝，睡觉喽。告诉荣止，他的孩子在我这里。二宝没死，我的孩子还活着。荣止，这是二宝，他还活着，他肯定是被别人偷了。啊，你冷静点。我没有办法冷静。给我接生的医生死了，一定是被杀人灭口。二宝，他们偷走二宝，一定是要威胁你。荣止，你会救二宝吗？啊，荣止，你会救二宝吗？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有些人做无主，想要开始出来捣乱，你要去聪明一点，不要相信这些恶东西，知道吗？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救二宝？就是因为甜甜怀了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就什么都不是了吗？啊，那可是我实怀的生下来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要他？你为什么不要他？一定要相信我，你冷静点，相信我。我先回公司一趟，这几天你就在这里乖乖待着，哪儿都不要去。好。总裁。真的不把甜甜假孕的事儿，还有让她回来转移那边注意力的事儿告诉夫人吗？她才刚刚出月子，先不要惊动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帮我调动满城的人。如果孩子少了一根毛发，我让那帮人碎尸万段。是。顺便散播出去。甜甜怀孕了，婚礼将在2个月后举行。是。荣总，还要这个孩子吗？一个数字而已，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是。宝宝，爸爸会调查的，对不对？他会找回二宝的，对吗？我们应该相信爸爸的，对不对？一个数字而已，多他一个不多。我还以为荣总已经跟乔安秘密结婚了。想多了，一个跟我哥哥纠缠不清的贱女人，有什么资格做我的妻子？我爱的是甜甜。你不打算救孩子了？没有任何人能威胁到我。荣总，你和田小姐后天就订婚，2个月后就结婚，为什么这么神速呢？甜甜怀孕了，我不想我的孩子变成私生子。荣总这是对田家的女儿情有独钟啊！如果想要你儿子，到曼城来，我会让你见到他，不要让荣止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是不是早知道二宝还活着？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救他？我有我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计划就是和甜甜结婚，生更多的孩子，对吗？我这种女人根本就不配跟你生孩子，所以我生的孩子根本就不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和甜甜生的孩子才是宝贝，对吗？你要做的就是照顾好大宝，其他事情不需要你管。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那是我怀的是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这么小，万一他生病怎么办？万一有人念到他怎么办？
按照协议，这个孩子出生就跟你没有关系。那是该离婚了，马上就该你的订婚典礼了。你是不是要我把离婚协议书作为贺礼送给你？不必。如果你想离婚的话，我现在就出去。先走，先走。要去哪？江阳离婚了，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哪都不准去，在这给我待着！凭什么？你是不是担心我会破坏你的婚礼？你放心，你想娶谁，我一点都不在乎。如果你敢踏出这里半步，你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宝。总裁，您真要这么做吗？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乔安。哎，荣子，啊，不见了，该怎么办呀？什么？怎么这样？不知道啊，他说他要出去，又说什么二宝没死，他还活着，说是被坏人抓走了，他要去救他，他就跑出去了。荣子，快想办法呀！快！妈，你别着急，我马上过来。走。你们是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把我带到这儿不出现，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你走到废墟尽头，就能看到你的孩子。二宝，是二宝的图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来了，把乔安和孩子还给我。乔安，好久不见啊，荣池。姑姑，真的是你。没想到你现在还愿意叫我一声姑姑。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么做？你回去问你父亲和爷爷呀，为什么都是荣家人，他们却对我这么残忍？就因为嫌弃我是女儿，我一出生就把我丢在国外，还有我那入赘的丈夫，活活被他们逼死。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多嫉妒你吗？上一辈子的恩怨，为什么要记在我身上？还有乔安，他根本不算是荣家人，他是无辜的。他一点都不无辜啊！他可是为你生下了正统的荣家血脉。我丈夫走的那天，我就发誓定要让荣家分崩离析。所以我扶持老二，想让他替代你。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也爱上了这个女人。你现在这样做，就没想过后果是吗？后果？一个快死的人能造成什么后果？3年前你在海上侥幸逃脱，今天你绝对逃不掉。3年前，也是你做的，甜蜜也是你杀的。对，没错，就是我。你很生气吧？当年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丈夫在我面前跳楼而亡，我却无能为力。
这种痛苦，你们荣家人都该尝尝。荣芷，跟这个女人到地下相见吧！不要！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姑姑，收手吧。真正的炸弹遥控器早就被我调了。萧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他死了，你就可以拥有荣家的一切。姑姑可以帮你拥有荣家的一切，快把真的遥控器给我。我承认我从小就嫉妒荣芷，拥有那些我没有的一切。我也想过想夺走他的一切，但是我们身上毕竟流着相同的血液，我跟他是兄弟。兄弟，相同的血液，兄弟。姑姑，够了，姑姑。强，孩子，啊，孩子呢？孩子已经安全了，安全。全，经历了这么多事，我发现我的世界已经不能没有你了。不可能，你都要娶甜甜了。那是骗你的，那都是为了把别人引出来做的局。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去娶别人啊？佳，我爱你。每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的心跳的真谜。两位大喜的日子，不要板着脸，都笑一笑。很清晰，谁都不能否定。怎么会有这么没心没肺的女人？不管我们的公序有没有公开，你现在都是我的妻子。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不准再去找永秋。乔，你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回家吧。我好像也爱上你了。不过是背对而已，两个世界的交界，穿过深就跨越。